还真是头一遭见这样牛的男人。一开始只有条裤子全靠自己打，问就是有实力，孤身一人也不怕。今天卡尔初来乍到这片森林的第一天，他身上的装备只有那条裤子。今天他的主要任务是建个庇护所，弄点火。细细的树枝剥了皮当火种棒，干燥的棕榈树纤维天生好引火材料，把石头修整一下扁，做个石头餐具，砍点树枝用来建庇护所，顺带收了些藤条，先在地上用短木棍开洞，然后把藤条一次次穿进去，把树枝另一头用藤条绑紧，这就是庇护所的框架。然后去附近收集了些棕榈叶，把棕榈叶一分为二，依次绑在框架上。蚊子问题在这儿挺严重，他被咬得很烦，只干了一半的活，就赶紧去生火赶蚊子。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生火的工具，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用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哥们钻木取火简直流畅的不行，这是我见过的所有荒野求生中钻火速度最快的。周围捡了些石头，在屋里堆了个石头火堆，没了蚊子干扰，继续安心工作。很快就把四周都搭好了。房顶卡尔打算做成可拆卸的样式，晚上把屋顶摘了，看星星挺美，用藤条和棕榈叶编个屋顶，就像戴顶小帽子，看起来有模有样的。休息会儿去森林砍树，拿来搭个简易木床，藤条和树枝完美搭档，轻松做出床的形状，再放几根木棍做床板，最后铺上棕榈纤维，迫不及待躺上去小睡一会儿。午后到河边挖粘土，要用这粘土做陶器，挖回来挑出石头，放火边轻轻烘干，分出一部分揉捏塑形。家里黄金堆成山，还不如一身巧手妙计，轻轻松松捏出6个小兄弟，放旁边烘烤去，然后直接倒扣在火堆中心，用树枝覆盖上陶器，木头既当柴火，又能当工具，保持周围温度均匀分布。听着这声音就知道卡尔这陶碗做得相当漂亮，看得出他有做陶碗的经验，陶罐也随手就做好了。转眼一天就进入陶器时代，有了这精致的陶罐，建个炉子也显得很有必要。就在庇护所里挖个沟，上面一层层堆上黄泥，塑造出火炉的外形。这小哥还真有2下子，设计了3个小凸起，木头就放在炉子入口上面，火焰从沟渠吸进去，然后直冲陶罐底。小哥对火势控制得真好，不做炼药师简直可惜了。卡尔又去河边了，回来后修整石块，做出个餐子样子，反复磨来磨去，边缘锋利得很。砍了树干做把手，自制石刀，洞开木柄，中间点着木屑，烧掉毛刺不规则的斧柄部分，细致打磨增加手感，石斧头嵌进去就完成了。忍不住去试试砍树的快感，这效率真不是盖的，更进一步展现了他的实力。收集木材足够多了，卡尔开始准备自己的，搭建个工作室。庇护所空间太小，不够卡尔发挥，用木棍搭建框架，绑上藤条固定住，然后去收集棕榈叶，顺序搭在框架顶上，竖起几根木棍支撑整个结构，用藤条编织木棍间隙，防止有人不讲武德。做这些还远远不够，讲究的卡尔又在藤条上抹了黄泥，让墙更结实，墙上插2根小木棍，将来挂石斧的地方弄了张单人木床，累了就能马上躺。会享受的卡尔当然也用了棕榈纤维，既保温又舒服。一直忙活着，饿得卡尔心慌，森林里捡了些橡木果，这坚果淀粉含量不少，是货真价实的天然碳水的好来源，补充点力气。卡尔提前结束了劳作，材料要进步，需要更高温度。卡尔想做个鼓风机，陶泥里加棕榈纤维，防止裂开。小哥做泥塑手艺可真不赖，鼓风机模型一下就成，加棕榈叶做叶轮试试，效果挺顺滑。又弄了个小熔炉，提升炉温，还得烧点木炭。干树枝堆满泥坑，盖上黄泥，点燃木炭，点火，让木头全烧透，堵上风口慢烧，揭开黄泥，优质木炭就好了。但这点数量显然不够，又花了1天时间，反复烧了许多木炭。有了高温环境，卡尔准备下一步计划。眼前这红色泥浆不是普通淤泥，其实是铁细菌。收集一些回去烘干，熔炉里分批加铁细菌，木炭铁细菌层层叠，经高温持续烧，终于得到铁屑。虽然不多，但方向对了，时间能解决问题。之前在森林发现石鼠，经他照料长得不错，今天要培育石鼠。河边捡了许多石头，拿回来围住泥生周围，里面填足够泥土，插根木棍让它爬。培育的石鼠苗种下去，石头封顶，石鼠种植机搞定，重复建造，长期生存很关键。虽辛苦，但今天汗水直。工作时发现野山药，根烂了不能吃，幸好有新芽。卡尔要移植到庇护所旁，用藤条木棍圈地，把山药放进去，树叶覆盖保护，倒上秘制酱料，每天来看看，观察石鼠山药长势，照顾它们，鼓励自己。在他人眼里是蜗牛，卡尔看它是碳酸钙，用蜗牛壳做石灰，蜗牛壳放进熔炉，几小时后取出烧壳，加水化学反应，木棍搅拌加剧反应，最后得到石灰浆。石灰防潮防虫，石灰砂浆贴砖瓷砖，
加沙子搅拌均匀，塑成砖头形状，晾干成石灰砖。这东西很重要，毕竟它用途极广。转头小哥又开始捏粘土了，很快就捏出了模具的形状。晾干后直接扔进熔炉里烧，一块整整齐齐的砖模弄好了。有了模具就能批量生产砖头了，用模具造出砖头的样子，一个接一个放火堆前晾干，晾干的砖头在一起烘干一次。看小哥的架势是要大批量生产了，烘干的砖头还得在高温烧一烧，要烧制到900度，而且还要持续很久。砖里的铁元素变成了氧化铁，砖头就变得鲜红鲜红的。这砖头的质量能盖3间大瓦房，繁衍新人类似乎也不远了。当然，先得解决吃饭问题。眼前这植物叫波利尼亚竹芋，根里面有很多淀粉。这植物在澳洲雨林很常见。很快卡尔就采了一桶，清洗干净，研磨成泥，不停加水洗出淀粉。淀粉沉到另一个缸里，就这样淀粉和残渣分开了，然后把分离的淀粉放到瓦片上烘，得到的是纯天然的植物淀粉，存在瓦罐里随时都能用。取点出来加水搅一搅，在瓦片上烤来烤去，一张竹芋饼就完成了。吃起来劲道又粘牙，连指尖的残渣都不放过。看他吃的样子应该挺好吃，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积极继续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卡尔就一直忙着炼铁，还得制作煤炭，工艺也在慢慢改进。现在小哥会把铁细菌和木炭混合，确保化学反应正确，然后放在炉边预烘干，逐步加入熔炉里精炼。这种提炼方式，数量和质量都明显提升了。为了庆祝进步，小哥觉得该奖励自己一下，他编了个藤条地笼，准备去溪边抓点小吃。之前经过那儿时，他就看上了那些黑壳虾，把地笼放进水里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不得不说，小哥周围的环境真不错，山清水秀，资源也丰富。黑壳虾一进笼，小哥就看见了。小哥反应真快，赶紧把地笼提上来。这黑壳虾个头真不是盖的，抓了几只立马生火烤起来。这虾的蛋白质含量超高，比牛肉还要高出10倍。吃喝完毕，准备回去干活。小哥看到这场面有点傻眼，心里那是千军万马奔腾。出门玩的时候水晶炸了，幸亏里面的工具都是用陶泥做的，正好给他们做了2次烧制。现在得赶紧搭个新家，可砖瓦不够用，先凑合搭个临时棚。材料凑齐了，小哥就开始搭房子。不过他现在对房子的要求明显比以前高多了，有了房梁和巷子，安全性大大增强。框架终于搭好了，屋顶还是用棕榈叶，房子的高度也提高到4米，这样火灾的风险就小了。有了这临时工作室，卡尔立刻就开始筹划新房。他打算再做些红砖，给自己建个砖瓦房，用老方法生个火堆驱蚊。又开始忙着造砖环，顺便也做了2水桶，把砖头都摆好，开始长时间的高温烧制。敲陶具发出的声音清脆，说明烧制的挺成功。又是一轮砖头烧制，小哥不仅聪明，手艺和毅力也一流，确实没得挑。圈了块地，挖了沟渠，摆上砖头做地基，烧出来的草木灰，小哥又能再利用了。先筛出大颗粒，卡尔打算用这个做水泥，加水捏成草木灰球，放炉里高温一烧，烧得通红透亮，晾凉后轻松捏碎，加点粘土增粘性，接着加水，小手一搅拌，这水泥替代品棒极了。有了这冰泥和砖头，其他的对小哥来说简直像是小菜一碟。墙体部分也搭好了，还得烧些瓦片。点赞小哥的机智，一树枝一树干，轻松做出瓦片模具，脱模晾在旁边，这样反复做几10片，晾干后全扔砖炉里烧，烧好几锅备用。去森林砍粗树干，铺房顶做梁条，瓦片一层层叠上去，正反结构连起来，确保屋顶严严实实。几个月努力不停，卡尔的砖房终于封顶，赶紧搬进去体验。正好碰上下雨，小哥嘚瑟下干燥墙面，屋里雨水一点没漏。有了这砖瓦房，新人类繁衍指日可待。看着4周的藤蔓，小哥知道山药熟了，拨开树叶泥土，挖出硕大的山药根，小哥激动落泪，还摘下藤上的球茎，他们能帮卡尔弄更多山药。回到地上挖了个坑，准备生火做山药。美食的吸引力，小哥这点火快的飞起。点完火，小哥也不着急，小火慢慢熬山药才好吃。等木头烧到剩木炭，拨开木炭，把山药埋进去，再盖上木头，确保山药周围热度均匀。小火慢烤分钟，山药软糯好吃。吃完饭，卡尔把藤蔓种回去，浇了水，又盖上树叶，防止老鼠来偷吃。剩下的山药挂空中保存，这样能持续供应碳水，长时间辛苦不虚此行。卡尔已经收集好多铁屑，打算用这些铁屑做把小刀。用陶土做了个3角模具，倒进适量铁屑，放火坑里加木炭，拉风箱让火温更高，感觉铁屑都融化了。把模具从火里拿出来，用冷水给铁器挤冷，模具一砸，小哥进铁器时代。粗糙铸铁得细细打磨，初步打磨后的铸铁能帮小哥搞定很多事，为小哥未来打开新局面，带来大的飞跃。要是你也能像他那样，一个人在野外撑2年半，不仅能吃到美味冰沙，还能用自制砖头盖房，我觉得这事太酷了。
真的超级酷。今天老马第一天来到这里，告别了旧庇护所，开始了新的旅程。走时只带了些简单工具，还带了几颗用玉米面和可可粉做的面团，这点东西顶多够他撑3天。吃完休息了一下后，老马马上开始找新家。在野外生存水源是头等大事，所以他找新家的时候都沿着已经干掉的河床找，花了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。最后找到了一个适合搭帐篷的好地方，这个巨石下面稍微收拾一下就能变成个不错的避难所。天都快黑了，老马立刻开始干活，先把地上的鹅卵石扫干净，只留下细软的沙子，扫出来的石头也派上了用场，堆在一边挡挡风，然后用沙子稍微铺了铺地，细沙铺地能让晚上睡得更舒服。这些活都干完之后，他打算去找点搭建庇护所的材料。沿着峡谷走了一会，竟然发现了一个小水湾，虽然水看着不是很清，尝了尝味道还可以，煮开了就能喝。不过现在得先把庇护所盖好。他从附近的杜松树上剥了些树皮，这树皮软软的，很适合铺底或者用来点火。拿回来后就铺在沙子上，又去找了些干枯的木头。这地方昼夜温差特别大，白天热得跟什么似的，晚上温度却能降到只有几度，所以得赶紧生火取暖。看老马这套生火工具上的小孔，你就知道他以前多能干，只用了几分钟就摩擦出火来。老马成功点燃了火种，他这么一设计，周围的岩壁能很好的把火的热量反射回来。看样子今晚他能睡个好觉了。边赶路边晒太阳，老马顺手摘了些紫色的浆果，随便尝了几颗，听着火堆噼里啪啦的声音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还没等老马起床就先添了天火。昨夜加柴火忙得不停，睡得没那么沉，不过还是精神多了。起来后吃了点存着的食物，稍微整理了下营地，继续找新地方的路上了。刚走没多久就看到一条溪流，水不能直接喝，洗个脸还是绰绰有余。沿着溪流往下肯定有大河，决定先补充下水，反正希望都在前方。生火这事对老马来说那是手到擒来，火一点就旺。拿出自制的小陶碗，到河边挑了水来烧，烧开后用冷水一冲，轻松得到安全水源。休息了会儿，又装了满满一葫芦水，继续顺流而下，寻找合适的地方。沿河走了1天1夜，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安家之处。现在得忙着生火和搭庇护所。地上挖了个坑，放了些石头，搭起了石头火堆。附近搜集了不少树干，开始动手搭庇护所了。在地上先挖了2深坑，树干立起来当支柱，横梁虽不结实但也凑合。周围的泥土狠狠的夯实，后面排上一排树干，虽然还没完全搭好，但今天时间不够了，这里晚上了，得赶紧生火。原本打算来个现场取火秀，结果摩擦了10几分钟，火还是没点着，只好又掏出我那套生火工具，然后用工钻法试着弄火种。努力了几分钟，终于搞到火种，明显技巧比单纯努力更关键。不一会儿，老马就点燃了石头堆。可天已经不早了，今天看来是没法弄食物了，而且体力也消耗巨大，只好今晚先休息，明天再说。稍微恢复了点体力的老马一大早就起来了。他之前注意到旁边小河里有很多野生鱼类，如果能找到捕鱼的办法，就能长期有蛋白质来源。用仙人掌刺做鱼钩，丝兰是做钓线的好材料，它们里面有很多植物纤维，不过提取这些纤维得先加工一下，加工的时候会产生不少皂素，这皂素就是天然的肥皂。洗几天没洗的老脸正好，提取出来的纤维拧一拧，老马用他那巧手一编，就能做成一根好钓线。旁边的柳条正好做鱼竿，鱼钩则用仙人掌刺做的挺精致，手心激动的直颤。钓鱼钩上挂了个小虫，老马开始尝试钓鱼，尝试了半个多小时，马哥啥也没钓到，于是决定换个方法试试，把鱼钩直接扔到鲶鱼的门口，挑逗了半天，结果还是脱钩。显然仙人掌做的鱼钩不太行，老马也只好暂时放弃，得先改进下鱼钩再试。虽然出现了很多困难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路上偶然碰到一只死了的野兔，闻了闻还没坏就捡了起来，身上查了查也没啥大伤，可耳朵上有些小红豆儿，猜这可能是传染病搞的鬼。肚子饿了2天的老马那么多事也顾不上了，回到营地赶紧磨制石刀，开始处理这只兔子。心里不放心，又检查了一遍，觉得可能是得了免热病，这病对人没啥影响。安全起见，他决定避开头和皮肤，只弄出肝脏、心脏这些内脏，把它们放石板上烤。这内脏富含血红素和维生素，还有不少关键的营养素。兔肉则是炖在土罐里，烹饪方式真是绝了，兔肉变得鲜嫩多汁，营养也保留得好。最后连汤带肉都吃光，兔皮也没有浪费，被他做成了一个真皮储物袋。这只兔子真被利用到极致。选择这里建庇护所也是有讲究的，地下的粘土是最大的原因，用葫芦加点水，反复揉搓就能塑形。想做足够的土砖建房，这可是个长期工程。现在还得先解决吃的，这帕洛维德树结的豆子像黄豆，豆子里蛋白质超丰富，这区域的树都是这种，一会儿功夫就采了2半斤。
这豆子能直接吃，不用加工，吃起来味道还不错，有点豌豆的甜甜的，数量足够吃得饱。吃完了歇会儿，马哥打算继续弄他的小窝。他找到一棵杜松树，剥下一些干树皮，这树皮挺软的，用自己做的绳子绑起来，做了个杜松树皮的床垫，拿羊皮毯一铺上去躺下，边吃着白天采的豆子。这日子过得挺滋润。第二天又忙了上午做土砖，中午才出门找吃的。路上正好看到死了的牛，以为又走狗屎运了，听那声音挺脆的，这野牛肯定死很久了，里头啥好吃的都没有。马哥这个人精啊，还是扯了块牛皮和牛骨，剩的现在拿不动，只好以后再来收拾。然后他到河边去了，把牛皮泡水里软化一下，想办法再利用下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先洗个澡。洗着洗着就发现那些没钓到的鱼都过来，在他脚边啃他的老茧。马哥气得差点没气过去，心说我都没吃你们，你们倒好来啃我了。伸手想抓几条来，这帮鱼也挺狡猾的，没脚皮啃了就都跑了。马哥又拿出钓鱼钩，花了半小时，但还是空手，感觉不如挂块脚皮钓。马哥一时气急败坏，又拿起刚扯的牛骨头，眼神一转盯上鲶鱼了。这一系列折腾真是把我马哥弄得防不胜防，不过心情崩了也得继续，饿了饭还得照吃。附近的灌木丛里满是曼萨尼塔浆果，浆果都是去年的旧货，干巴巴的，挺适合存放，捣成粉末就能泡他最爱的饮料。可折腾回来一看，引火都灭了，又得重新钻木头生火，在野外做点啥都特耗时，煮了点饮料又弄点豆子，老是干活累得半死，感觉身体都空了。吃饱了只想躺会儿，结果躺下没多会，天气一变又下雨了，他那简陋的遮雨设施也顶不住，只好又去剥树皮，按着老规矩编了个树皮顶。虽然看着简陋，雨小的话勉强能挡，可以找点事做等雨停。这场雨把的砖坑泥土都泡软了，挖出来的泥更上乘，因此他打算试试做土罐。先把泥里的石头挑干净，加点水把泥团弄结实，为了罐子表面光滑，还特意加了点秘制液体，晒干后用石头打磨，准备好了就开始烧。马哥这钻木取火的技术一看就是高手，生好火就把罐子放火上，等的时候他也不闲着，又去帕洛维德树上摘了一些豆荚。对他来说，这些豆子是主食，一天到晚都忙这个，忙着做砖和摘豆荚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马哥的陶罐终于出炉了，轻轻敲一敲陶罐，响声清脆，说明烧得挺成功。虽然这只是个试验品，但证明了这方法行得通，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。后面的日子，老马一直忙着生产土砖坯，收集的砖块也堆得不少了，食物储备也算是足够，吃豆子，啃浆果，偶尔腻了就烤个仙人掌换换口味，日子过得还算凑合，就是缺少动物蛋白和脂肪，让他感觉挺虚弱的。没办法，老马把蚂蚁也加进菜单了。蚂蚁虽小，但毕竟也是肉啊，蛋白质含量比牛肉多多了，补体力再好不过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周围的豆罂也都熟了，每棵帕洛维德树下都吊满了成熟的豆罂，能持续供给老马植物蛋白和脂肪，还有碳水来源。为了更好的收集，老马用丝兰绳把木棍编起来，拿根柳条做龙骨，底下放了块干木头，做了个篮子来收豆罂。有了篮子，他能收得更多，很快就收了一大筐。可这些豆子已经干透了，得泡一泡才能吃，再加上平时收的浆果什么的，食物储备真的挺足，暂时不用担心食物问题。老马打算给房子也改善改善，经过长时间太阳的晒，这土块砖硬得很，数量也很可观，用来改善房屋完全没问题。老马先用木棍在地上勾出了要建的区域，然后把烧好的土砖一块块摆放好，缝隙先临时用点泥巴凑合，堆到3层高时候，他决定先去补充点能量，把之前泡好的豆子扔锅里煮了，顺便在附近摘了点苋菜回来，还有这种叫马齿苋的野菜。这些野菜到处都有，野生的没施过肥也没打过药，吃着还挺放心的，但不熟悉的朋友还是小心点好。煮菜的时候老马也没闲着，把最后一层土砖也搭上了，缝隙里垫上了杜松树皮。忙完这些豆子和野菜也煮好了，马哥拿起骨头勺子大快朵颐，看马哥那满足的样子，就知道这味道肯定不错。吃完午饭继续完善庇护所，他把墙体堆成了斜面的样子，然后把原来的横梁又给撑稳了，火堆就建在庇护所旁边，这样能很好的反射热量。然后把树干一根根的摆好，最后盖上自己编的棚顶，和一些还没编织的树皮一起遮盖。这庇护所现在看着真让人安心。这粉红色带刺的果实其实是沙漠仙人掌上的，想吃它们得先去掉刺。果实里糖分和维生素超高，绝对是荒野中的上好食材，吃起来味道有点像火龙果。一口下去，马哥又露出了享受的笑容，像是回到了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。饱了也不忘打包带走几个，不管去哪儿总得带点吃的。他平时用的绳子就是这丝兰做的，但今天收这些不是为了做绳子，老马想用它来洗个澡。这植物里有不少天然的皂素，并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比肥皂还好用。洗掉身上的一身包浆之后，感觉无比清爽的老马
来到之前嘎了许久的野牛旁边，收集了一些残骸带回营地。这些骨头对于老马来说还有很多用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由于有了这些吃不完的仙人掌果实，老马也是把精力重点投入到了砖块的制作。天气已经在慢慢变冷，他需要一个像样的房屋来度过冬天。不过正在专心干活的老马却发现周围突然出现了很多蝗虫。对于急需蛋白质的老马来说，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去周围抓起了蚂蚱。这可都是一个个跳跃的蛋白质。回到营地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串了起来，放在火上炙烤个2分钟左右。这一口下去，唇齿留香，回味悠长，满满的鸡肉味嘎嘣脆。虽然长得有点丑，但它的蛋白质含量可是牛肉的好几十倍。有了蛋白质的摄入，这工作效率也是不同以往，徒手拿块石头也能锯起了木材。这也为以后的房屋建造打下了坚实基础。想要烧制出品质更好的陶器，就需要更高的温度条件。显然原来的火堆已经无法满足，所以老马准备建造一个窑炉。只见他先在地上挖了2个底部相通的土坑，然后搬来石块放在坑口四周，这就成了一个简易的火动窑炉。空气通过隧道助长炉内的火势，便可以提高其内部温度。把捏好的陶碗放进去之后，老马再次把窑炉点燃，接着将炉内的柴火添足，就去吃了点东西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刚睡醒的老马就赶紧过来查看情况。炉子里的热度已经慢慢散去了，陶器完好无损，没有裂纹。总的来说烧制的挺成功的。接下来这几天，老马还在忙着准备建新家的材料。他备了好多丝兰绳，还有用来盖壁炉的大土砖。看着这些准备充足的材料，马哥终于打算动手建全新的避难所了。拿起根木棍，心里已经把新家想象了一遍。老马开始动工了。至于原来的那个小屋，他打算新房盖好前不拆，毕竟虽然材料多，新房建起来也得花不少时间。他打算先把四周的墙围起来，这样至少在建完之前也能挡挡风，这样冬天能舒服点。马哥计划给自己的避难所设计个壁炉和火墙，土坯砖之间要用泥浆精准填充，然后用特制的脚法压实，确保家里风丝毫不漏。墙的高度已经有半米了，又拿了些大块土砖，开始盖火墙的顶。封顶前在里头添了些石头，这样可以让火墙的热量持久些。冬天坐在炕头上真是暖洋洋的。火炉快建好了，老马趁着空闲做了些陶器，等壁炉一建好，就能开始做饭吃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取出昨晚烧好的陶器，然后继续建避难所。这几天营养不够，老马感觉有点吃力，但为了尽快搬进理想的家，马哥只能硬撑着。壁炉缝隙用黄泥密封好后，经过3天3夜的辛苦工作，老马终于把壁炉给弄好了。既然有了这么精致的壁炉，当然得搭个配套的烟囱。整个取暖系统设计的挺科学的，壁炉连着火墙，再到外面的烟囱。看他这手艺，真让人想问问他是不是偷学过。这下老马终于把旧的庇护所拆了，打算今晚就在新家睡觉。他搬家的速度真得去找个搬家公司帮忙。把旧房的砖头搬过来之后，又把原来的屋顶重新搭上了。虽然还没完全弄好，但住起来已经好多了。拿出老火计准备点壁炉。经过这一阵子的锻炼，老马的火技术已经练得出神入化，一会儿功夫火就点着了。马哥就这么坐在壁炉边，吃着浆果度过了新家的第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睡得太熟忘了添柴，老马也是被冷醒的，这让他意识到冬天快来了，得加快建房子的速度。现在土砖还不够用，只能边做砖边建房。不过墙体建得还算顺利，只要一层层往上摞就行。2天后，新家的墙体终于建好了，但对没现代工具的马哥，收集木材也是个大难题，只能靠树枝油灯照明，用火烧树干，在石头切割，反复几次才能得到合适的木材。收集的木材还得用石刀刮表皮，再把底部放火堆里烧黑，接着用丝兰绳编些粗绳，就能用来固定作为房子框架。虚弱的老马还展示了下框架的牢固度。继续干活吧。可以看出老马比刚来时瘦了好多呀，真是心疼马哥3秒钟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仅仅做这点事都够呛，得花好多时间和精力。马哥为了给屋顶盖上顶，瞄准了眼前这棵杜松，把它彻底剥光了，满意的抱着树皮走了。拿回来的树皮和之前的一起用，仔细的给新屋盖了屋顶，把屋顶盖得严严实实，又搬来2块石头用作门槛。这下房子基本上算是盖好了。讲究的老马在搬家前还记得用丝兰植物洗个澡，把自己洗得白白净净，然后才回到庇护所包豆荚，享受那久违的温暖。长时间的户外生活让老马的胡子长得浓密极了，他决定整理一下自己的胡子，只要把手里的黑曜石敲碎，就能得到锋利的边缘。这黑曜石主要是2氧化硅，跟玻璃差不多，敲碎后边缘像贝壳一样，而且特别锋利。弄到碎片后，老马又处理了些丝兰，用来制成泡沫，使剃须更顺滑，还能防止割伤脸。不过剃得还挺不错的，整个人看着都年轻多了。为了在新家做饭，马哥特地做了个带孔的陶盘，在上头煮了锅豆子庆祝新家有了吃的和庇护所。
老马又想起河里的鱼，这段时间豆子吃的他都腻了。他用丝兰绳把藤条编在一起，把一根藤条当作主骨架，制成了捕鱼笼。来到河边后，他找了个风水特别好的地方，然后就把捕鱼笼放下水了。旁边还特意堆了些石头，增加捕鱼的机会。弄完这些，他就在旁边洗了个澡等着。大概半小时后，马哥把布置好的鱼笼拉上来，结果还是啥也没捞到，这让马哥有点小失落。更倒霉的是，回家路上还下起了雪。马哥赶紧把砖头搬回屋里，他原来住的地方冬天很少下雪，所以这场雪真是来得突然，甚至房门都还没做好，只能先用砖头硬顶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推开土块，外面的世界已经被雪完全覆盖了，这让生活条件更加艰苦。他用仙人掌果做了果酱，然后用陶杯装了些雪回来，简单的弄了杯水果冰沙。不得不说，马哥真是个聪明人，幸好暴雪没持续太久，几天后又恢复了一片生机。老马在庇护所里待了几天，终于决定出来继续他的工作。虽然暴风雪已经过去，但他还得给庇护所装个门，毕竟他是打算常住的。很快就用丝兰和杜松树皮做了个大门，房门的安装只好用根木棍凑合着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挖粘土的地方已经深1米多了，越深的粘土品质越好。马哥用泥条盘筑法，做了2个半花盆，因为想在野外长期定居，必须有点农业基础，靠天吃饭实在靠不住。现在正值旱季，直接种在地里活不下来，所以老马就把它们先种在花盆里，这样可以用最少的水保持湿润，等它们长大点再挪到土地上，这样成活率能高很多。做完这些后，老马还是不甘心，带着捕鱼陷阱又去了河边，但这次他多了点心眼。马哥给自己准备了备选方案，他抓了条蝌蚪挂在仙人掌刺做的鱼钩上，通过晃动竿尖模仿虫子挣扎，诱惑鱼群上钩。虽然失败了好几次，老马终于钓到了这条不容易的鱼。还没回到营地，就在河边石板上直接烤鱼了。这对老马的野外生活真的是大进步。看着石板上那香喷喷的烤鱼，马哥都忍不住流哈喇子了。转眼间又是10几天过去了，在老马的精心照料下，那些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。老马打算把它们移植到地里，但在此之前，他先从壁炉里拿了些草木灰，把它加到要种菜的土里，这样可以调整土壤酸碱度，还能预防病虫害。然后把玉米、豆类和南瓜苗一一种到已经改良的土里。为了浇水，他还特地烧制了几个陶器来储水。照顾这些菜苗，老马真是下了不少功夫。虽然他暂时还用不着这些菜苗，周围的野生食物已经足够他日常所需。在他庇护所不远处，他还发现了一种能结出类似番茄的树，还有一种叫酸梅的浆果。这些深红色的果实特别酸，可以用来泡出像柠檬水的饮料。每次干活累了就解个渴，老马都会喝上这么一杯，来缓解干活累得慌的感觉。现在这个庇护所其实挺不错的，只是对于1.85米的老马来说，进进出出总觉得有点别扭。再加上最近又弄了不少砖坏，老马就决定给庇护所来个大改造。他先把原来的屋顶给拆了，然后用这些土砖给墙加高，还想着要让屋里亮堂些，就给庇护所加上了4扇窗户。每块砖之间，马哥都用泥巴精细的粘合，这样才能确保房子能够世代相传，人走房还在。直到墙高达到1.5米才停工，把原来的框架重新支起来，然后用树枝来作为屋顶的支撑，盖上杜松树皮做的屋顶。这下子房屋改造算是大功告成，加高后的小屋看着确实壮观多了。马哥终于可以在屋里挺直腰杆了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马哥即将在野外过他的第1个生日，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食材。他先收集了些仙人掌果，因为含糖量高，特别适合拿来酿酒。把果肉放罐子里密封发酵就行。然后又去摘了些冬青叶樱桃，还有可以磨成面粉的橡子。马哥打算用这些做个生日蛋糕。把橡子去壳烘干后，放进石臼里捣成粉，5分钟后就得到了细腻的橡子粉。不过这点粉要做蛋糕还远远不够，只能又花了几小时反复磨粉，终于磨出了足够的橡子粉，但还得进一步处理才行，因为这粉里单宁含量高，吃起来会特别苦，所以老马得不停加水，通过这个过程慢慢的把那些单宁稀释掉，直到完全不苦了才能吃。为了让生日更有感觉，马哥特地用陶泥做了2个半圆形的陶器，用绳子穿过预留的孔，拼成一个差不多的圆形。但这玩意儿不是用来吃饭的，这边人叫它皮纳塔，相信生日那天打碎它就能带来好运气。弄完这些，他尝了尝泡了半天的橡子粉，苦味基本上没了，可以开始做下一步了。泡橡子粉的水也没浪费，全部用来浇菜了。老马这一阵子精心照料，种的蔬菜都长得不错，很快就能吃上自己种的南瓜和玉米。他又包了些仙人掌果，加到橡子粉里。马哥给自己弄的竟是个果蛋糕，真是有格调。最后整理了下蛋糕的形状，在上面撒了层果肉，盖上陶碗就能烤了。拿起棒子走到院子，准备打碎皮纳塔。他用尿不湿蒙住眼睛，心里念着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开始表演。里面放了很多仙人掌果当糖果。刚打碎皮纳塔就下大雨，
只好赶紧尝一口回屋，准备好好享受这些天做的美食。这果酒没添加剂，一闻就能让马哥有点陶醉，觉得用碗喝不爽，就换了个大陶杯，终于把期待的蛋糕拿出来。形状虽然不怎么样，但味道至少很棒。对长时间离开现代社会的马哥来说，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佳肴啊！外头正下着大雨，他却在自己搭的小棚子里吃着蛋糕，喝着果酒，享受着独一无二的孤独和自由。每次要补充生活必需的盐分，马哥都得走好远到山下，所以他总是只带个葫芦轻装出发。其实在这些沙漠戈壁里，有好多这样的咸水湖，到了干旱季节，水分一蒸发就留下湖盐。不过这些盐通常得洗涤处理后才能吃，但对老马来说，他没得选择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老马住的地方周围都是仙人掌果陆续熟起来，而且产量还特别大。可这些果实不好存放，只能让他暂时解决温饱，所以老马打算稍微加工一下，做成能存放的应急食品。经过好几天太阳的暴晒，果实里的水分几乎没了，这时候就能开始进一步处理。先用石头把这些果实全都磨碎，然后就能把它们做成喜欢的形状，或者做成能量棒样子。这些果实本来糖分就高，加上去掉了水分，一口下去简直就是热量爆表。随着老马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滋润，小屋也迎来了第一个客人。他这位朋友觉得城里太闷了，也想来野外体验一下。交代了朋友几件事后，马哥就去整理他的菜园子了。这小子学得挺像样的，做泥巴也挺拿手。等马哥回来时，他已经自制了个瓶子和水杯，看来这点小事难不倒他。马哥于是带他去了河边，让他见识见识这些厉害的对手。天天看着河里那些丰富的资源，马哥也是没辙，真的是俩人忙活半天还是手空空。这小子似乎灵机一动，竟然自己动手做了个鱼叉。虽然第一次没叉到鱼，不一会儿就搞到一条鲶鱼，看来这小子真有两下子。这效率看着，今晚可能能吃个好的。梦想是美好的，现实却很苦涩。俩人一下午就这么一条鱼，洗个澡准备回去弄点吃的。这条鱼被老马做成了美味的鱼汤，鱼汤里还加了豆荚。老马为了招待朋友，还特地拿出藏的果酒，两人喝了几杯，就这样背靠背过了第一晚。没想到第二天朋友就走了，本以为这小子能多待会儿，老马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朋友来时带了块猪肉，这也让马哥心里暖和了些。为了好好利用这块难得的猪肉，老马打算熏制成肉干，这样能保存的久一些。切好条用绳子串起来，挂在小屋里烟熏，剩下的肥肉就直接炖了，准备晚上好好吃一顿。还没吃猪肉，兴奋地在院子里练起引体向上。回来猪肉也炖好了，虽然略肥，但老马根本停不下嘴。出去看了看烟熏肉，已经熟了，但水分多，那香味实在是勾人。尝了点又继续熏。猪肉熏好后，老马的生活肯定又要提升一层，这才叫真正的逃离城市。男人花了8万刀买了废弃豪宅，还包括周围亩的土地，花了2年半时间不停的翻新，不止弄了个豪华泳池和私家花园，地下还建了个钢铁打造的末日地堡，里面的设施让我都想踢他一脚。碎的杰斯就因为多瞄了那个 C 牌一眼，就花了8万刀把那废弃豪宅买下来。本来以为回家要被老婆骂一顿，结果老婆听说后居然没反对，因为他们有3个孩子，等孩子大点房间肯定不够，两人就收拾好东西准备去看看。可她看到自己老公买的豪宅，差点把她的下巴吓掉。她真不知道这跟豪宅啥关系。幸好杰斯哄老婆的本领不错，让她慢慢的接受了这事儿，结果还跟着杰斯开始拆墙，老婆帮忙在旁边，杰斯得好好表现表现，展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。但杰斯怎么舍得一直让老婆干活，马上叫来自家那些倒霉兄弟帮忙，除了保留房子的框架和地基，其他的都得翻新。虽然整个过程看起来特别麻烦，但是有兄弟们帮忙，拆房子的速度还挺快。外面那层石头他也不打算留，手动拆太费劲了，只好弄来挖掘机提高效率。就算有这些大型机器帮忙，拆房子还是花了4天，产生的垃圾他也没浪费。杰斯用来扩大山顶的面积，旁边的树也全被他铲了，将来打算建成自己的私家花园。风吹日晒把墙都腐蚀了，只能再买木头来修。现在除了地基和墙，其他的都拆得干干净净，这样看着倒是舒服多了。而且想想这地理位置，将来坐着看日落肯定美极了，这感觉真的挺好。因为位置的原因，房子得装绝缘板，要不哪天来个闪电，直接送命的可能性还真有。房子安全这事，杰斯处理的也特别小心，安装板材的过程还挺简单，只要用气钉枪固定好就行。人多料足，墙壁建得飞快，发现房顶漏水，又花半天时间拆屋顶，然后加工了些木料，对屋顶彻底翻新。地基设计的不行，2栋房子中间留了大缝，杰斯用钢筋材料填上，拉来混凝土浇筑，这样外面走路就不用绕道了。接下来的1周，杰斯和他的兄弟们一直忙这些活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奋斗，曾经那破烂的豪宅现在变得焕然一新。房子旁边的空地，杰斯也不打算放着不用，这小子可能担心哪天出事，
打算建个地下避难所，规划了范围，挖了个5米深的坑，用来做房子的避难所。地基全用钢筋混凝土，等混凝土晾干后，避难所大动作开始。整个避难所都是纯钢的，重量18千磅，周围差不多1米的缝，也用混凝土填上，顶部直接做成了地基，牢固程度杠杠的，只要地球没事就没事。避难所的入口连到1楼，结构带应急下降通道，内设临时电源通风，10公分厚的安全门。浩克来了也得先请示，以后再存点日常食品。这波操作真是清奇啊！就连门框都用工字钢。杰斯最看重安全，有了门框得选个好门。杰斯本想发挥创意，老婆却一眼钟情于折叠门，他只好识趣的退步，顺便挑了些装修材料。材料送来就开始装，安装还挺简单，固定几下就好。房门有专人来装，杰斯啥也不用操心。7米宽的折叠门一推，加上绝佳的地理位置，那感觉马上就来了，宅在家就能享受画一样的风景，幸福感瞬间爆表。最后还是选了木质框架，下面正是之前弄的避难所，他还打算上面再加1层，就这么给原本的空间延伸了。房子结构用了好多欧松板绝缘板，虽说搭起来挺简单，但花的钱真是一把一把的。房顶全是欧松板搞定的，这房子的框架基本弄好了，一切都按计划在推进。气体墙外面得贴层胶合板，要好好保养，这样房外的可也坚固多了。然后又给房子加了个门廊，框架部分钉上实木板，然后这小子想试试新感觉，实木上再盖层欧松板。盖好后，就连狗狗都开始欣赏风景了。最后拉上防水布保护木头，门廊也弄好了，房子也加了保温层，屋顶上了白乳胶，颜值真是被他掌握的好。为了迎接冬天，弄好电器后，用泡沫喷雾密封全屋，这材料隔热效果棒，隔音和降回声效果也佳，喷完后切割也容易，再加层保温棉，整屋贴上石膏板，整个屋子气质直线上升。接下来进入室内装修阶段，浴室墙壁选了鱼鳞状瓷砖，拼起来效果还不错。地砖用的多边形小砖，和国内大砖铺设风格不同，用机器加工了框条，角磨机细致打磨，拿来给所有窗框密封。各种小活看着不难，时间花的真不少，来来回回折腾了10几天，终于轮到家具进场了。定制家具全都让售后来装，省了杰斯不少事。这下他能先开工外面的项目了。改造房子花了1年多，杰斯现在终于可以弄他的私人花园了。首先得把周围的障碍清一清，先把山顶刨的跟你女朋友的脸一样平，挖好泳池的大概形状，用欧松板和钢筋建泳池框架，就这个形状已经让他开始幻想未来的样子了。再用混凝土给泳池浇筑，这厚度完全干透还得等。先安装完泳池的进水管，再去山顶弄个地面。为了早点完成花园，杰斯带着兄弟们通宵达旦的干。第二天太阳出来时，他们还在忙，回头看看地上的脚印，杰斯只好向旁边的人找线索。狗狗一脸无辜，我啥也不知道的样子。1天1夜赶工后，花园地面基本搞定。这小子的工程越来越大了，又给房子周围种了些绿植，山顶不再那么秃了。今天杰斯带家人搬进来，正在分配房间给儿女们，每人一个大卧室。孩子们对新家挺满意的，让他回想起最初看这豪宅时当时的情景。同时后院工程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，他有点急不可耐了，真想快点弄完这豪宅。工程量真的很大，依然花了3天才搞定。混凝土一干，马上把泳池填满水。今天他得试试泳池。终于豪宅改造也快完工了，泳池边的门廊也搭上了棚顶。接下来准备给孩子们加点乐子，挖了2个1米深的大坑，开始拼接买来的蹦床框架。家里孩子挺多的，所以蹦床得装2个。最后把床面和玩具都装上。离家不远的小河边，杰斯还准备了别的玩具。接着花了几天时间在山顶铺草坪，安了个足球门，豪宅的大改造就正式完成。